Man，2024年亚当球鞋年度实战 Top 10来了。说真的啊，今年想在我所有测过的篮球鞋当中选出10双，真的太难了，因为今年的好鞋是真的多。最初啊，我的年度榜单经过筛选下来啊，得差不多有个20来双鞋，但是经过我再三考虑以及评比之后，筛选出来了这10双篮球鞋。不管什么打法，不管什么需求，在我这一张2024年的实战 Top 10榜单当中，你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鞋款。OK，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揭晓今年的榜单。第10名来自耐克，前掌大面积 Zoom， 后掌 Ice Jumbo， 没错，就是这一双 KD17。作为杜兰特的签名鞋，它的适配人群也非常鲜明，就是打法跟杜兰特比较相似的球员。这一代虽然在配置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它将 TPU 片放到了靠近足底的这一面之后，前掌的反应性有了巨大的提升。在发力登地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前掌的力反馈，对于我们在加速启动时有着明显的加成，并且整一双鞋依旧保持了后 KD 时期的出色舒适度。出色的舒适度，优秀的中底过渡，拔群的中底反馈。除了脚踝处的包裹啊不是特别出色之外，你很难在这一双鞋身上找到什么其他特别明显的缺陷。这双鞋就是今年我所有穿过的篮球鞋当中最适合投射偏多的球员去进行选择的篮球鞋。不管你是那种跑出空位之后的定点射手，还是持球进攻急停跳投的投手，只要你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偏向于投射，那 KD17 你一定会喜欢。第9名，匹克近几年里面最出色的篮球鞋，大三角 3.0 Pro。 这一双鞋啊，绝对就是2024年里面最被低估的一双篮球鞋。极致的后跟锁定，出色的抓地，优秀的中底过渡以及滚动感，在这一双鞋身上一应俱全。前叉的碳板在没有特别高的驾驭门槛的同时，还能让我们在突破的时候得到一定的速度加成。在这一双鞋身上，你几乎找不出任何缺点，各方面都非常均衡且都非常出色。从1号位到5号位都可以去进行选择，但是啊，它毕竟是一双有着前叉碳板的篮球鞋，对于体重比较小的球员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友好，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体重基础以及下肢力量，才能很好的去驾驭它，才能尽可能的发挥出它全部的性能。如果你想要买一双篮球鞋，但是想不好究竟要买什么，那选择这一双大三角 3.0 Pro， 你一定不会失望。但是啊，匹克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尺码。我平时耐克穿 42.5， 李宁穿42，这双鞋我选择的41码还算比较合适，大家可以适当参考一下。第8名来自阿迪达斯，上一代就已经是各大球鞋博主年度榜单上的鞋款，这一代我相信它依旧能够席卷各大球鞋博主的年度榜单。阿迪达斯哈登8代，相比上一代，它确实在脚感方面有着些许的下降，但是它有了更为出色的灵活性以及更好的缓震。相比哈登7的全能表现，哈登8会更具风格化，它就是一双非常全面的外线鞋款，但是重量偏重啊，依旧是它最大的缺陷。单支42码的重量达到了450克以上，相比现在市面上轻则300克以内，稍微重一点就在350克左右的外线鞋款来说，它的重量真的是有点非主流。想要很好的去驾驭它，你就必须要有比较好的体力，这一点你在购买这一双鞋之前就必须要考虑清楚，好吧？第7名来自耐克，今年年底我才刚刚测过的一双篮球鞋，现役 GOAT 的签名鞋 LeBron 22。上一代的詹姆斯21代在去年啊，也同样是上了我的年度榜单，而这一次的22代在21代的基础上有着更为出色的性能表现，整体的强度更高，中底气垫的力反馈也会比上一代更加明显。最主要的是啊，它的前掌对于脚型的适配度更广了，对于正常脚型或者是窄脚的兄弟们来说，彻底摆脱了母外翻的问题。前后分离式的气垫，不管是前掌还是后掌都非常饱满，非常弹。如果你有着一定的体重基础，或者是脚底下比较有力，在发力蹬地或者是蓄力起跳的时候，你都能明显感觉到它中底气垫所提供给我们的出色力反馈，而且啊，回馈的力度非常非常大，对于运动的表现会有比较明显的加成。如果你是冲击力比较强的大体重锋线球员，那詹姆斯22代一定就是你今年最值得购买的鞋款。第6名来自 SPO， 冷门但是非常好穿的一双鞋Ranger。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一双鞋啊，那就是夸张。夸张的造型，夸张的大底纹路，抓地耐磨，一手抓，而且啊还有着出色的缓震以
及滚动感。可能这个品牌确实不是特别讨喜，但是不可否认啊，他们的产品是做的确实非常不错。不过这一双 Ranger 在 SPO 的所有鞋款当中，热度真的可以算得上是最低的一双了。现在几乎都没有人再会提起这一个鞋款，可能过高的售价以及不算主流的外观造型，都是它没什么热度的原因。这一双鞋啊，跟哈登8其实非常相似，同样有着非常宽大的造型，同样不算轻质的重量，但是啊，它比哈登8有着更为出色的中低反馈以及更好的中低滚动感。对于像我这样打全场偏多的球员来说，它的表现确实会比哈登8更为出色。但是啊，考虑到它比较高昂的价格，我并不是特别推荐大家在没有打折之前就去购买这一个鞋款。如果后续它的价格能够降到800左右，那到了那个时候，有需要的兄弟们再去考虑购买，好吧？第5名，阿迪达斯旗下我今年最喜欢的篮球鞋。米切尔6代这双鞋啊，我这1年时间里面已经推荐了好多次了，我自己都已经推荐烦了。比赛级别的中底刚性、出色的场地感以及反应性，还有着不错的缓震以及脚感。最主要的是它的价格还特别便宜，300多随便买。不管是你想要拿来当做一双口粮鞋穿，还是打比赛穿，它都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如果你平时打球的强度比较大，打法偏向于外线，米切尔6真的千万不要错过，它真的是一双难得一见的又便宜又有着顶级实战性能的一双实战好鞋。但是啊，这一双鞋不是那种我们一上脚它就会给我们特别爽的实战体验的那种篮球鞋，需要我们花2到3场左右的时间去进行磨合，它才会给到我们它的全部实力。如果你连这一点磨合的耐心都没有的话，那你可能就只能跟这一双便宜的性能怪兽擦肩而过了。第4名，我们国产的春晚鞋款韦德之道11。这一次的韦德之道11，其实在热度方面啊是远不及韦德之道10的。很多人都觉得它没有韦德之道10好穿，究其原因，其实是因为这一双鞋跟韦德之道10是完全不同风格的2个鞋款。韦德之道10主打的就是推进，整一双鞋的调教特别的激进，打全场比较多，且更多是使用前掌跑动的球员才是它的受众人群。而11代则是一双更加均衡的鞋款，碳核心的使用让它的驾驭门槛大幅度降低，合适的龙骨落差也让它变得没有上一代那么激进了。但是啊，它的性能表现依旧非常出众，出色的中底滚动感，优秀的抓地，并且在包裹、反应性、场地感、缓震等各个方面都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相比10代，它确实没有那么极致了，但是它有着更为广泛的受众人群，不管什么脚型，不管什么打法，你都能在这一双鞋身上得到比较不错的穿着体验。虽然热度啊确实不是特别高，但是不可否认，它依旧是一双极为出色、有着拔群实战表现的优秀篮球鞋。第3名，全掌 Zoom 加上全掌 Zoom X， 配置顶满 Jordan Brand 年度旗舰AJ39。这双鞋的争议啊，其实非常大。有的人觉得它完全不适合实战，但是我个人啊认为这一双鞋是真的特别好穿。确实，它偏软的后跟让它有了一定的驾驭门槛，需要有一定的脚踝力量基础才能很好的去驾驭这一双鞋。但是只要你能够驾驭它，它就能提供给你顶级的缓震、顶级的脚感以及顶级的跑跳体验。以往搭载全掌 Zoom 的篮球鞋，我都是比较反感的，除了能给我们提供比较不错的脚感之外，一无是处，缓震差、突破卸力都是那一类鞋款的通病。但是这双 AJ39 在拥有了顶级脚感的前提下，还保证了缓震以及反应性，在突破时中底的卸力也并不明显。最主要的是啊，这双鞋还能提供给我们非常顶级的跑跳体验，在蓄力起跳以及大力制动起跳的时候，它整个中底的过渡非常流畅，非常丝滑，并且在我们起跳时还能提供给我们明显的力反馈。对于跑跳型的球员来说，真的就是顶级的体验。但是较差的大底耐用性依旧是它最大的问题。时至今日啊，它所有已经推出的配色仍旧都是搭载的这种半透明的水晶底，在耐磨方面的表现真的特别糟糕，不是副歌，真的千万不要去轻易尝试，好吧？第2名，今年现象级的产品，轻质的重量，出色的抓地，优秀的中底体验，李宁伽马。
这一双鞋啊，我相信已经不需要我过多再给大家去进行介绍了，它应该会是不少球鞋博主的年度最佳产品吧。出色的重量表现带动了整一个国产篮球鞋品牌在重量方面的比拼，还有着碳核心以及 GCU 大底的加持。碳核心的加入啊，让它在没有太高驾驭门槛的同时，还有着极为出色的中低滚动感。伽马和后来推出的那双超轻2025，这两双鞋啊，是今年所有的篮球鞋当中把跑鞋和篮球鞋做结合做的最棒的两个鞋款。出色的跑动感、极值的重量，这些啊都是跑鞋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优点。与此同时，它们都还有着篮球鞋所需的整体强度以及稳定性。不过对于我个人来说啊，它后跟的锁定表现并不是特别出色，而且内扣问题也依旧存在，所以我个人对于这双鞋其实没有那么的喜欢。但是感觉啊，不把这双鞋放入年度前3，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它确实非常非常棒，但是后跟锁定不好以及内扣这两个问题，正好就是我个人的雷区，所以我把它放在了年度第2名的这一个位置。我知道你们都特别喜欢这一个鞋款，它绝对就是大多人心目中今年的年度最佳，甚至啊是近几年里面最为出色的后卫鞋。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它确实很棒，但是不足以成为我心目中的年度最佳。第1名同样来自李宁，同样搭载了碳核心以及 GCU 吉米巴特勒的第3代签名鞋杰比3。年度榜单这一个东西啊，更多的其实还是个人的主观因素会占大头。这玩意儿如果搞得客观了，那每个人都一样，那就没意思了，对吧？所以想要知道2024年跟你打法最为契合的篮球鞋究竟是哪一双，那你找一个打法跟你相近的博主去看看他的年度榜单就 OK 了。而如果你的打法就是跟我比较相近的，那这一双杰比3就是你今年最值得购买的鞋款。出色的整体强度，恰到好处的包裹，优秀的场地感以及反应性，还有着还算够用的缓震。对于像我这样打法比较暴力，追求第一步爆发突破，而且防守横移会比较多的球员来说，它就是我在2024年最喜欢的篮球鞋，没有之一。其他9双鞋的排序啊，我可能还会比较犹豫，但是当我穿上这一双鞋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双鞋一定就是我的年度 Top 1。如果你跟我一样，平时打全场比较多，对于球鞋的强度需求会比较高，又想要出色的中底反馈以及反应性，这双鞋我求求你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当然啊，它也并不是一双完美的篮球鞋，偏宽的鞋楦对于像我这样的窄脚来说，其实并不是特别友好。我必须要穿厚一些的篮球袜，才能在这一双鞋身上得到出色的包裹体验。而且到现在啊，一共也就出了没几个配色，价格也是一直居高不下。我真的特别希望这个鞋款的价格能够降到600以内。那到那个时候，我必须要每一个配色都给它搞一双。OK， 这就是我2024年的年度榜单。我个人感觉啊，我的榜单可能会稍微偏小众一点。所有的这10双鞋里面啊，没有一双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保底快靴。那既然是我个人的年度榜单，那肯定更多的还是要考虑到我自己的喜好。而且今年我的这个年度榜单当中的所有鞋款，除了大三角 3.0 Pro 和 Ranger 是品牌方给到我的之外，其他的所有鞋款都是我自费购买的。所以大家也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榜单会不会有什么一些其他的因素会影响到我，这就是一个非常纯粹没有任何外界因素影响的我个人的年度榜单。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为了要去讨好一些品牌方而特意把一些鞋款加入到这一个榜单里面，好吧？从18年到现在6年时间过去了，我的视频风格啊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那颗站在消费者立场去做产品测评的初心永远不会改变。我确实是变老了，但是我依旧是那个真诚的当子，好吧 ？OK， 那2024年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2025年不见不散。还是老样子，大家有空来做 ，Peace。